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咯，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看的主题是大好事发生之前的72小时，宇宙会传送这则讯息给你们哦。好，无论你今天是偶然点到这支影片，或是你本来就有订阅米娅的频道哦，你们今天呢会点进来看，都是因为你已经进入到第一组的这个能量场当中了，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宇宙要传给大家什么样子的讯息哦。我们来到的第一张牌是力量牌哦。看到这张牌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放松，就是如果你现在心里很紧张的话，你可以稍微放松了，因为你们已经熬过最难熬的时刻了。好，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过去啊，可能习惯就是跟这个世界硬碰硬。以前呢，可能就是很在意别人的评价跟想法。当身边没有人支持你，或是当你的努力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啊，你会忍不住内耗，然后你也会想要去抗争，跟外在那一些看不起你的人、贬低你的人，或者是说你觉得辜负你的人，跟他们抗争。那同时你们也会跟自己内心的焦虑抗争，所以内外抗争的结果可能是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容易搞得自己浑身都是伤痕。但是接下来啊，我看见你们的内在会慢慢长出一种非常稳定的力量，你会开始明白，其实有一些道路
只有你自己走过，你才知道这条道路究竟要带你去哪里。所以这一张牌它是一种柔中带刚的定力，我们不会再强求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照着我们的预期去发生。我看见你们可以温柔的去接住自己的情绪跟不安，同时第一组的朋友，你们也能够去坚定的守护自己的方向，因为最难的风暴已经过去了，你们可以去降服内心的恐惧，你们已经拥有这样子的力量。过去你可能一直在跟自己拔河，你有很多的委屈，有很多的愤怒你很多次都告诉自己再忍耐一下，不要冲动，我不想让事情变得更糟。那力量牌出现之后呢，我觉得其实你们不用再忍耐了，因为我们不会再被外在的这种认可影响自己，不会再因为别人对我们的态度是冷淡还是热情，就反复的去检查自己有没有说错什么做错什么。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靠近你，如果这个人来到你生命中不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幸福的话，其实他没有必要一直留在你身边。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有能力去理解你，也不是每一段关系真的都值得去维持你们现在的力量会从外面回到自己身上。我们会把之前呢拿来比如说跟别人应酬的这些的力气，或者是去关注别人的这些力气，重新的投入到自己的生活中。那我看见这张牌也代表着大家，你们会重新照顾自己的身体，好好的睡觉、吃饭、运动，或是开始处理一个拖延很久的健康上的问题你会发现当你的生理机能，当你的身体慢慢恢复之后，你的心也会跟着稳定下来。所以其实蜜雅想要透过这张牌告诉大家你们并不是没有力量，只是过去你可能把你的力量用在了忍耐跟配合上。现在呢，我们会把这股力量用来保护自己，用来完成目标。接下来第一组的朋友，你会发现其实你比你自己想象中的更加的勇敢，我们不必变得非常的强硬，也不必去伤害谁。我看见你们才是真正强大的人，因为你们即使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最终你还是温柔且坚定的选择自己想走的道路。好，第二张牌就是审判这一张牌我觉得你们心里早就已经有一个声音，早就已经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目前的人生当中有一段关系，有一件事情，或是有一种身份，它其实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它可能是一种看不到未来的职涯方向，或是工作，或是某一个你过去维持很多年的习惯，或是生活方式。你们其实隐隐约约知道可能某一个连结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可是每一次准备要行动的时候，你心里其实又有很多复杂的声音。你会担心说我未来选错了怎么办？好，如果离开之后更辛苦怎么办？也有可能你是顾虑到你的家人，顾虑到金钱或是别人的感受，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可能还没有去做出真正的就是要去做这个行动，还没有真的去做。可是审判牌出现了，表示其实这个时间点已经到了。接下来会发生一件事情它会让大家突然的把生活中所有的线索串联起来你可能会听见一句话，或者你会看到一个真相，或者就是在某一个非常日常、非常平凡的瞬间，你会突然明白你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那个答案不是别人告诉你的，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你心里本来就有的，你心里一直都有的，只是可能以前我们不敢承认。有些人你可能会收到等候很久的通知，例如工作、面试、考试、申请、合作的消息，有可能遇到旧人回头，或是一些以前的问题再次出现。但是呢，
这些问题或是救人回来，不代表说我们又要重新卷进去，或是我们一定要重新开始。宇宙可能只是透过这一次的连结跟重逢，让你看看现在的自己还会不会做出跟以前一样的选择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会因为一句道歉，一个承诺就心软，但是现在你会开始真正的去观察对方的行动，去看他到底做了什么。同时审判牌我也觉得你们会开始停止用别人的错误，或是用一些过去时间典范的错误来惩罚现在的自己。也许你觉得很懊悔的是自己做错了一个决定如果当初没有做出那个决定，现在就不会怎么样。或者是说当初有些人带着恶意来伤害你，来进入到你的人生，来欺骗你。好，如果当时没有相信他，如果当时这个人没有做这件事情，好，现在我是不是就不用背负这样子的苦果？如果我有所有的资讯跟能力，我是不是就可以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了？好，其实大家不需要永远背负着这个后悔，因为号角已经响起了。接下来我们的人生真的不需要再由过去去决定，我们可以重新的选择，而且重新的选择的这个新的时间线中，大家会比以前活得更加的清醒。我们来到了一个真正的重生，真正的重生不是忘记过去，而是我们不再用过去来限制未来的自己。好，这一张牌代表的是你们清醒了，你们觉察了，你们听见内心的召唤，你们从昏睡中醒过来。好，有些朋友你可能终于向自己承认，有些东西其实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天使吹响了号角之后，其实你们也不想要再骗自己了，你的心里会有一个非常清楚非常响亮的声音告诉你，这一次你要为你自己做选择了。所以审判牌它代表了一场灵魂的觉醒，你们会彻底看清楚现实的真相，摆脱一些过去的逃避或是麻木的状态。我看见你们会亲手帮自己按下人生的这个启动键，重生键。好，我们下面的牌是宝剑六。这张牌让我感觉到你们正在离开一段很混乱的时期也许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或是你们的心还在挂念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全放下，但是你们已经开始移动了。这个移动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一些疗愈它并不是等到完全不痛了，完全伤口愈合了才开始进行，而是我们先离开了一个会让我们痛的地方，那个伤口才有机会慢慢的去愈合。所以我看见你们可能会离开一个环境，一个团体，一份工作，或者是一个让你觉得很内耗的关系有些人的离开它并不是一个外在的形式上的，也就是说可能外在上这个环境是没有变的，可是在内在你已经不想要参与，你已经不想要再把你的能量跟他们的能量连接在一起，你不想要被卷进去了。现在我觉得大家会更加注重自己内心的平静，你会告诉自己说其实别人怎么想是他的事情以前我们可能第一组朋友你会很希望把一些误会解释清楚，让别人知道说我没有恶意，但是接下来你们会开始清醒的明白，就是有些人去说这些话，或是好像就是讲一些误会你的话，其实他可能就是恶意的，他可能就是需要一个责怪的对象，这跟你有没有恶意，有没有被他误解没有关系，就是他本身就是会去做这个行为。当你看清楚这件事情之后，其实你就不用再浪费力气来证明你的清白。好，那同时宝剑六它也代表着旅行、搬迁或是转换环境，也有一些接触远方或是海外的机会。也就是说这组朋友你们可能有机会出国去远方离开熟悉的环境换城市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环境重新开始。那有些人呢，你可能现在当下还不能够立即的启程，立即的行动，但我也看见你们会开始收集资料、存钱、找资讯、规划方向、路线等等的。
因为你们的灵魂已经感觉到了，原来的环境已经无法再承接新的你，或是这个规划其实是一个家庭的规划，你们整个家庭是有想要去移居到其他的国家的。好，那这一张牌啊，同时也提醒我们呢，我们当下第一组的朋友当下可能仍然是需要一些时间整理情绪的，有的时候某一些回忆还是会浮现在你的内心，你还是会觉得感伤跟难过，某一些夜晚还是非常的难熬。不过这不代表说我们完全都没有进步，其实疗愈已经在慢慢的发生了。其实疗愈它并不是一个笔直的康庄大道，反而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前进，有的时候又会停下来，甚至有的时候会后退，这整个过程都是正常的。不要因为自己还会难过就怀疑当初离开的这个决定，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穿越一片水域，身后的这个风浪一切已经逐渐的远去，而前方我们要靠岸的地方其实会比你想象中的更加的平静。我们并不需要现在立刻就知道全部的答案，我们只要确定我们不再需要让自己回到那个会让你失去自己的地方，或者是会让你自己身心失调的地方。好，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我看见接下来大家慢慢的会把自己从过去的伤痛中接过来。整个过程呢是一个很安静的，有些朋友甚至是外人其实并不知道你内在发生的改变，你内在做出的决定，你就是默默的收拾好自己的情绪，划清了一个界限。接下来呢，大家你们的睡眠会开始变得更好，原本一直很紧绷的肩颈也会放松下来。我看见你们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轻盈，因为大家你们正在慢慢度过那个最难熬的危险期，往安全的岸边靠拢，驶进那个让你觉得很安心的地方。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看到的是金币三。好，金币三啊，这张牌能量开始落到现实了。你们接下来会遇到一个可以让你的能力被看见的机会，比如说，你的作品、专业跟想法被其他人看见，或者说你们会进入一个新的团队。遇到一些真正愿意听你说话的人，他们不只是听你说话，而是愿意付出时间、资金或是金钱，让整件事情真正的往前推进。那如果有些朋友你现在正在学习一项技能的话，其实这张牌也代表说你们的努力开始进入到可以被实际运用的阶段。有些朋友你可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准备，不敢真正的开始。可是金币三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并不需要等到100%完美才开始哦。事实上，很多的能力啊，它都是在实际的进行合作、接受意见，然后反复修正的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养成，慢慢的成熟。小朋友，如果你有一个就是投资的想法，或是如果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也是慢慢的实际的去执行，胜过纸上谈兵。也就是说，你们现在需要的并不是躲起来，而是要让对的人看见你。在工作方面，我觉得这可能代表新的任务职位，或是合作的邀请。一开始规模可能不大，但是也不要小看它，因为这个新的机会，它背后可能连接着更多的资源。那在金钱方面呢，我看见你们会透过知识、专业还有长期的累积得到回报哦。别人愿意为你的能力付费，然后这个钱拿在手上，其实你会感觉特别的踏实，因为你知道那个是你创造出来的价值。那同时这张牌提醒大家哦，不必什么事情都扛在自己身上，不必什么事情都一个人完成哦。过去的大家可能因为经历过失望，经历过背叛，所以其实很难信任别人。可是在新的阶段中，我们要学会分工，然后我们也需要去分辨说，哪一些人是真的
想要跟你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哪一些人他只是来参与挂名，他不想要付出，甚至是利用你的付出。真正适合你们的合作不会消耗你，只会让你感觉到你的能力是被尊重的。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这个金币3啊，也会帮你筛选出真正跟你可以合作的人哦。你们并不是没有伯乐，只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你待在不懂你的人群中，现在呢，我们离开了错误的位置，那么贵人就会显现，他会认出你的价值，你的能力会获得认可。所以如果这组的朋友你们在找工作，在接案子，在准备考试，或是在经营自己的事业的话，我看见金币3代表说你们会打入一个更高阶、更专业的圈子。接下来呢，在你们身边的合作是平等的，是互相滋养的。然后你们做的事情，你付出的努力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扎实的商业或是社会的一个回馈，金钱上的或是名誉上的这个回馈是非常巨大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到这张牌是太阳。太阳出现在这边啊，其实真的很替第一组的朋友开心哦，因为其实前面的力量、审判、宝剑6啊，代表说你们走过了一段非常深的内在的旅程哦。我们曾经怀疑过、压抑过，也不知道自己还能继续多久。但是太阳想要告诉你们哦，这个黑暗跟低潮的时期不是永远的。接下来我们要重新感受到太阳的温度跟生命的温度哦。大家，我们会收到一个非常明确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会让你担心很久的心、悬着很久的心放下了。这个好消息可能跟工作、跟健康、跟申请、跟金钱、跟考试，或是跟某一段关系有关哦。它并不是一个模糊的暗示，它是一个你真实可以去确认的结果。那太阳也代表你们会被看见，也就是说你做的事情开始得到更多的关注，你这个人、你的作品的想法或是你的个人的魅力会被更多人喜欢。那尤其你们如果是从事创作、教学或是需要面对群众去工作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的曝光度跟人气都有机会增加。那在情感上啊，太阳牌代表的是坦白、单纯跟快乐，所以说接下来可能会有人靠近你，这个人他不会让你一直猜想，或是不会有一种很拉扯的剧情哦。我觉得你们之间呢会有非常自然的互动，你们能够一起谈天说地，也能够很坦白的去表达内在的感受。那已经有对象的朋友啊，这张牌代表说你们有机会解开误会，或是重新找回关系中最轻松甜蜜的部分。那我觉得太阳牌带给第一组的朋友最大的礼物啊，它不单单是外在的好消息哦，而是你们终于愿意去喜欢现在的自己，更好的成为你自己。你们可能会重新开始打扮、拍照、旅行，或者是做一些因为自己开心而做的事情，单纯就是我开心所以我做这件事情。我看见大家你们会重新的发光哦。以前可能你待在低谷的时期，都忘记你身上是有光的，可能都忘记自己是会发光的，因此做很多事情其实提不起劲。但是接下来呀，这个生命力重新回来了。我看见你笑得很开心，你的气色变好了，整个人散发出一种很活泼、很坦荡，而且充满吸引力的这个气场。这一组朋友啊，你的一个发表，或是工作表现，或是考试的结果等等的，都会迎来一个全方位的胜利。因为太阳代表着压倒性的光明，所有的阴霾、误解、猜忌都会被晒干。你们的人生会迎来一段非常热烈、坦荡，而且是充满希望的高光的时期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的牌哦。我们最后这张牌是隐者。隐者这一张牌，它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我觉得它其实来自于大家过去所走的每一段孤独的旅程，那一些没有掌声、没有人理解的日子。我看见那一些的时光，你们努力走的时光，最终都变成你身上的光，所以你们迎来的是一种生命力的一个回归。那隐者出现在这边呢，他想要告诉大家哦，
你过去一次又一次把自己从崩溃边缘救起来的这个时刻，其实宇宙都记得。你们不需要大声喊叫来证明自己，你真的只需要继续的往前走，因为天已经亮了。这一次光其实会真正的照在大家的身上。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恭喜选到第一组的朋友。那如果我们想要更快的接收好运，想要掌握自己人生的选择权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给自己一个新的可能，新的看见。我们下期影片见咯，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占卜的这个主题是要给大家的讯息我们会在什么时间点收到这个讯息呢？是在好事情要发生前的72小时好，今天呢，不管你是米娅的订阅者，或是你是偶然滑到这支影片的，都代表说你的能量场跟这支影片产生了共振，所以呢，大家可以静下心来聆听这一组宇宙要给大家的讯息好，首先第一张牌，我们选到的是宝剑的这个守护者。好，它是对应到宝剑皇后的能量这一张牌让我感觉到，其实过去的大家，其实你们为别人承担了很多，你可能很容易感受到别人的情绪，或者说你家里人有困难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忙。那你们知道被忽略、被拒绝是不舒服的，所以你不会，就是你不忍心把这样不舒服的痛苦带给别人。可是很多的这一组朋友你们的体谅并没有换来珍惜，相反的有些人可能会慢慢习惯你的退让，或是习惯跟你这样互动，他觉得他只要表现的委屈一点、可怜一点、凶一点，或者愤怒一点，或者是说对你冷淡几天，可能你最后就会妥协，照着他们的方式去行动但是今天宝剑守护者这张牌出现，代表说这个模式要结束了。我开始看见，好，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只是一种情绪勒索。那什么样子的情况可以说是体谅，什么样子的情况则是没有底线的一种牺牲。接下来第二组的大家，你们会去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或者是把一些忍在心中很久的话说清楚。那你会去表达说这件事情你是不接受的，或是这个并不是你的责任，或是要求对方不要再这样子大吵大闹。那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终于了解到你的善良要有锋芒，善良要有界限否则最后受伤的会是你自己。同样的，我觉得在感情上你们也有一个转变，就是你们会观察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尊重你的时间、感受跟选择。那有一些人他只有在需要你的时候才出现，或是有些人他会用一些甜言蜜语去画大饼，这些人他们都不应该留在你的生命中。相反的，当你画下界限之后呢，离开的是那些他们本来就是心怀不轨，本来就是想要从你身上索取的人，因为他们觉得无利可图了，你们不再配合了，所以他们就离开。所以我看见这张牌你们的爱会回到一个公平的位置，你们也不再会因为害怕孤单而接受某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会把自己的界限画得很清楚，我看见你们会很冷静睿智，而且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你们变得比以前更加的清醒跟理性。你们知道爱一个人不代表说要永远的牺牲自己，而且有些东西其实是对方的责任，你没有必要一直去替对方扛。所以你们不再害怕得罪人，也不再害怕关系破裂。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终于开始懂得保护自己，拿回你们的主导权。好，这个是第一张牌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宇宙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呢？我们第二张牌来到的是战车好，
这张牌它其实是一股非常强大跟专注的推进的力量，也就是说在前一张牌我们其实摆脱了很多的枷锁，那战车这张牌代表说我们要全速的前进了，全力的加速，你们不会再把你的这种宝贵的精力啊、时间啊、金钱啊浪费在错的人身上，或者处理一些无效的这种人际纠纷之后啊，我看见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的人生要开始加速了。比如说有一些拖延很久的这个计划会重新启动，或者是说你们会去争取以前不见得敢去争取的机会。有些朋友，如果你正在面临考试、竞争、面试，或者说职务的晋升，或是事业上的挑战，战车牌帮你们做加持代表说你们绝对有实力去突破重围。甚至第二组的朋友，你都会被自己的爆发力吓到，因为可能过去的你真的把太多的精神花在担心别人是怎么想你、怎么看你、照顾别人的情绪。好，但是我们现在完全的把注意力收回，放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第二组朋友真正的实力跟天赋会完全的展现出来我们就很像是驾驭战车的这个勇士一样，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我们就是直奔我们想要去的目标所以这组的朋友你们真的不是没有能力，只是过去你们太多的力量被分散了。你一方面想要完成自己的目标，一方面可能又要顾及别人的这种目标，或是顾及别人的情绪，或是要去照顾别人。那你一方面想要往前走，但一方面又担心说这样子的选择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等等的。我觉得你们其实是有能力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只是你身上有很多的角色，可能你有一些分神，或是说你把其他人的优先顺序，照顾其他人的优先顺序放在你之前，放在你自己之前。接下来呢，我觉得你们会做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决定。当大家下定决心之后，所有的事情就开始全力加速了。好，这张牌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讯号，你们绝对有机会从某一个激烈的竞争中去突破重围，因为你们比之前还要更加的专注，而且你们的这个决心是非常强烈的，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你们可能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解决的方法，而脑海中有一些零散的想法，现在也开始连接成一个清楚的路线。好，那这张牌它同时也代表着交通、旅行、搬迁或者是远距的一个发展，所以你可能需要去前往另外一个地方，接触新的市场跟人群。这个移动会为你带来新的视野，甚至为你改变原本的一个人生的规划。那战车也提醒大家不要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目标就在眼前，或者说终点就在眼前，就把自己逼得太紧。因为我们要的这个胜利，并不是要让自己耗尽力气之后拿到这个果实，而是我们拿到这个果实，我们抵达之后仍然有余裕，仍然可以很舒服的去享受这个成果。所以呢，请替自己安排休息，你的健康是很重要的。然后也不要把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当成一个战斗，觉得说我要在每件事情上都要赢，都不能输。好，那最后面想要告诉你我看见你们把注意力收回来之后，你们自然而然会知道方向。你们取得的这个胜利不单单只是某一场竞争中的胜利，或是赢过谁，或是拿到一个什么样的资格，而是你终于战胜了过去那个一直害怕不敢前进的那个你自己。好，我们第三张牌来到了宝剑十这张牌是一张很看起来很痛苦的牌那它代表什么呢？它出现在这个位置，其实代表着一个痛苦循环的结束，我们要彻底的解脱了。这张牌它看起来有一点沉重，但它在这个位置出现反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它代表说最坏的状况已经到了尽头了。
很多事情你终于彻底看清楚了，你们不会再回头追问为什么，你也不再需要有一个人去给你一个公平的交代。我觉得真正的结束并不是等对方跟你道歉，而是就算没有那个道歉，我们也能够放过自己，也能够转身离开，也能够往前走。你们即将亲手拔下插在身上的这些剑背了很久的这些剑，我们终于彻底结束了这一场很长时间的内耗跟折磨大家恭喜你们，你们自由了，而且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你。最痛的那一段已经结束了。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你可能曾经被一个很信任的人伤害过，你直到最后才发现自己被隐瞒、被利用、被敷衍。而且让你们很痛苦的，不单单只是失去这个人，或者说失去这个信任，连带的你们也有点怀疑自己的眼光，甚至是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办法去辨别究竟谁才是值得信任的。好，有些朋友觉得你的痛苦来自于工作或是家庭你可能已经很努力配合所有人的期待了，但是最后却发现为什么总是有人不满意。那你平常会去支持别人，可是当你需要支持的时候那些人却反而消失不见了。这种失望会让你失去前进的一个动力。你表面上可能还是正常的生活，但是心里一直觉得很困惑，为什么对方要这样对你。有些朋友，我觉得你的困扰是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健康的一个问题需要反复的追踪，可能反复的治疗跟回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好像有尽头，或者说这个就是一个持续下去的过程。那整个过程可能让你生理跟心理都伤痕累累，因为这非常的辛苦。宝剑十出现之后很多的第二组的朋友会去明白有些事情不需要就是一直分析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无论分析多少次都不会出现一个你觉得可以去弥补这个伤害的理由。你们也会停止等待，也会停止期待说对方改变成你希望的样子。好，当我们愿意放下一些错误的期待的时候，这个伤痕，这个经历就不会持续的再伤害你。有些人可能会正式的结束一段关系，或者是切断反复消耗自己的一种想法。这个决定带着一些的遗憾，但我觉得更多的是松了一口气。那结束并不代表失败，结束是我们以后不想要再委屈自己了，或者是我们已经从过去的这场痛苦中淬炼出了智慧，所以我们让过去停在过去，不要再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现在的自己我们的人生不会永远停留在这一幕，接下来呢，我们会发生很棒的事情，你们会很期待接下来的人生，所以这个人生的剧本我们是可以重新去书写的。好，我们来到了权杖四权杖四这一张牌是有关于安心、稳定还有健康的关系它是一张公开的欢笑的喜悦的牌。前面的宝剑皇后还有宝剑十让我们去结束了某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的模式。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真正的进入到一段安心的关系，还有安心的生活。单身的朋友，我觉得接下来你们会遇到一个愿意认真发展的人你不需要一直猜测对方是不是真的喜欢你，也不需要透过很多的蛛丝马迹来去确认自己在对方心中的位置，因为他会很重视你，你是感觉得到的，然后他会把你介绍给重要的人，或者是和你一起谈论一些具体的未来那这个人他带来的感觉是一种我觉得可以让你很安心很舒服的，你不用刻意的去表现或是刻意的去讨好。
那如果是正在交往的朋友啊，你们有可能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比如说正式确认关系、见家人、同居或是结婚，或者是共同规划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如果之前呢，因为一些现实的问题产生误会或是距离的话，你们也有机会找到一个更稳定的相处的模式。另外啊，权杖四哦，它其实跟房子、家庭跟生活环境有关系哦。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可能搬到更适合自己的地方，或者是整理你的居住空间。有些朋友，你终于有一个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一个角落或是一个空间哦。过去你可能在家里很难放松，或是需要配合其他人的一个规则或是情绪哦。接下来啊，你会更加享受生活当中的一个安全感。那权杖四它也有一个庆祝欢庆的能量，就是说这组朋友啊，你可能本身啊会举办一些聚会、婚礼或是家庭活动，或者是说你会去参加这些聚会、婚礼、家庭活动，或者是说你会完成一件很值得公开庆祝分享的事情，某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会得到身边的人的一个祝福哦。那同样的，你们也会拥有一段适合你的关系。这个适合你的关系，它是一个归属感。这个关系不见得是一定要物理上就是住在一起，有可能你们是远距，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个物理的距离是不会影响你心中的一个归属感。它会让你觉得说，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地方，有一颗心是跟你的心相连的，会让你觉得说，有一个地方是你的家，你可以回去。那你也不会好像随时都要处于一个备战的一个状态。你知道，爱呢是一种很安定的感觉。当你推开门，当你见到某个人，他是真心的欢迎你，这个就是属于你们的一个归属感。所以刚刚提到嘛，单身的朋友，你们会遇到一个想要跟你们做具体规划的人，他会把你放进他的未来，他会去做行动，他会给你满满的一个安全感。所以我们不会再陷入一种精神的内耗，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温暖的避风港。你可以放心的做你自己，你可以在一段关系中安稳的去伸展你自己，享受被爱与被尊重的感觉。同样的，你们也会有这样子的能力去爱一个人，去尊重一个人，去照顾一个人。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金币皇后。金币皇后这张牌啊，它是一个物质的能量。好，它代表说，其实大家你们拥有照顾好自己的一个底气哦。我看见你们会越来越富足，带着一种稳定从容的余裕感。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最终都会走向一个你有能力去照顾好自己的状态。比如说以前呢，你可能会把安全感放在某一个人身上，希望这个人承诺你不会离开，希望这个工作永远的稳定。可是外在的人事物不可能永远不变哦。当外在这种我们的安全感完全依赖外在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心里其实会有一个担忧的。那金币皇后要给大家带来的安全感，是一个从自己身上长出来的底气。工作方面呢，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个系统性的发展的方向，或是有些朋友，你的副业、你的专业经营的越来越好，逐渐的化为一个具体的收入，在财务上也会朝着一个更加稳定、可以掌控的方向进行。你们会清楚钱花到哪里，或者是你的投资计划、投资蓝图是可以让你明确的看到5年之后、10年之后会带你到哪一个地方哦。有些朋友呢，我觉得你们会收到实质的报酬、订单或是工作的邀约，或者是说有一个方法，它是可以让你解决你担心很久的财务的一个问题。好，在我们得到这么多的丰盛，这么多的金币啊，这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其实跟之前的牌是一样的，就是要提醒我们照顾自己的身体哦，不要总是把照顾自己的身体，或者说把自己的需求排在最后面。我们要拨出一点时间跟金钱，花在改善我们的生活健康上，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的身体正在承载的我们的灵魂，我们要去滋养这个我们的身体，把它当做一个
殿堂，当做一个皇宫一样，好好的去滋养我们的身体哦。那请大家不要担心物质层面的一个问题哦，因为你们的物质生活在金币皇帝的能量中绝对会安定下来。我看见未来的你们眼神是非常充实而且满足的，我们会拥有一个很健康很舒适的一个居住的品质，同时你的心里是带有满满的安全感的。有些朋友你会开始整理财务，或是培养新的专业的技能，或是找到一个更可以持续放大的赚钱模式。也就是说，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是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得很好。我们是有钱可以去买高品质的一个食物，或是有钱可以去在我们喜欢住的地方，可以有钱把家里布置得非常的舒适，或者我们有能力给自己买好的东西。这不单单只有金币而已，还包含了一个能力，比如说你要怎么样子去挑选这背后的知识等等的。我看见你们拥有这样子的物质跟心灵上的底气，所以其实你们就是自己城堡中的一个国王跟女王，你们不会因为谁的离开、谁的拒绝而感到失魂落魄，你们拥有底气可以去滋养你自己。好，我们再来看到我们的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呢是我们的宝剑王牌哦。宝剑王牌它代表的是一个真相的揭露，跟一个利落干脆的一个新的开始。也就是说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可能即将去看清楚一个重要的真相，同时也会对生活中的一些决策做出非常明确的决定，让你在之后回过头来看你当下这个时间点做决定，觉得真是非常的棒。好，有些朋友会去签下一份合约，或者是盟约，或者是说正式替一段模糊的关系定义方向，或者是说把一种压在心里很久的一些真心话说出来。因为呢，宝剑一的能量就是我们要切开混乱，我们不要再活在一种迷雾跟猜测当中。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也可以去接受，得到一个真正公平的爱跟回报，你们的生活变得很轻松，因为我们不需要猜了，不需要猜测了。很多的事情当答案清楚之后，我们就可以下决定，我们已经不需要再消耗自己了。同时我看见这张牌也引来了一次很重要的沟通，比如说你跟你自己的一个对话，或是要求对方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也有可能是一个正式的通知跟合约，或是这种结果的一个判定，或是一个新项目的确立。那另外这张牌也提醒大家，如果牵涉到法律、合约、金钱或是合作的话，这张牌提醒大家要看清楚内容，不要因为不好意思、不了解，或是听别人口头上说，就去接受一个模糊的条件。该确认的一个日期、权利、责任跟期限，你都要清楚之后再签名，而且很多的东西都要白纸黑字的去写出来。那宝剑一呢，也代表在感情上我们连接到的是一个愿意跟我们讨论未来的人。那不适合你的人可能会在这一次的对谈中去显露出一个真正的态度，无论结果是哪一种，对你而言都是解脱。因为如果这个人他是愿意跟你把话说清楚，还是真正有心的人，你们会在这次的谈话中确立下来之后我们就不用再活在某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中。所以整个回过头来去看这组牌的能量我们透过宝剑皇后设立了一个界限，然后我们驾驶战车拿回了我们人生的方向。宝剑十出现在这里，结束了某一个反复伤害我们的循环。接下来权杖四给我们带来稳定的归属跟安全感。金币皇后照顾自己的一个底气跟满满的一个金钱的物质的能量。而宝剑一就是切开这一切，你们新生活新的时间线的第一道光。这个光它有的时候一开始我们看见真相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有一些惊讶，或者说有一些舍不得。其实很多东西你的感受早就察觉到了问题，只是你们的理智
一直要到保健医才终于愿意承认。但是呢，这个承认是好的，我们不再逃避，我们变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看清楚，想明白，知道什么机会值得去把握，知道谁是值得留下来的，也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我看见你们会用这把剑替自己也替家人做出选择，也替未来画出一条更清楚更自由的道路。恭喜选到第2组的朋友。好，最后也提醒大家，如果想要更快的显化好运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给自己人生一个新的可能性。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看的主题是宇宙给大家的讯息哦。这个讯息会在什么时候传递给你呢？就是在好事情要发生前的72个小时。好，无论你今天呢是有订阅米娅的频道，或者是偶然滑到这支影片哦，都代表你现在的能量呢其实是跟以下的这个解说产生共振哦。好，那么一起听下去，就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讯息？好，首先呢，我们来到这张牌是节制牌。节制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第3组的朋友，你们过去的人生啊，常常在2种极端之间摆荡哦。有的时候你会对未来充满了很大的信心哦，觉得说好，接下来事情一定会变得很好，很乐观的这样想。但是呢，有的时候，假设结果并没有如你想的那样出现，你就会怀疑自己，或是如果有什么坏消息，有一些风吹草动的话，你就会立刻把之前就是所有的想法都推翻，就是有时候很乐观，有的时候又陷入到一个极端的悲观哦。还有一些朋友，你可能是一下子非常的努力，把你的时间、精神都投入在你的工作、感情或是某一个目标中。可是呢，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的身体跟情绪都累到不行，或是没有办法再维持了，所以可能就会停下来哦。那节制牌出现呢，其实要告诉第3组的朋友哦，我觉得你们缺乏的是一个长久可以维持的节奏，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就是一个可以维持的状态中，它可能不是一个最极端的状态，它可能不是一个好像火力全开的状态，可是它就是在一个状态普通的日子，我们还是持续的一点一滴的往前走。那我看到的讯息是，接下来大家的生活会慢慢的回到平衡哦。如果说最近工作太多，你们有机会重新的安排时间，安排你的行程表。如果说最近你的情绪一直很混乱、很低落的话，你会开始远离那一些让你感到很焦虑的资讯，还有人群哦。有些朋友我看见你们会开始调整睡眠、饮食、生活习惯、运动习惯，那你们的身体也会逐渐的改善。同时节制牌它也代表着原本有一些没有办法完全配合的条件，现在正在慢慢的被调和了、调解了。也许现在当下时间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确定，或者说资源还没有一次到位，或是2个人之间的想法仍需要磨合，仍然需要沟通哦。但是整件事情是往前走了，整件事情正在寻找一个最适合连接在一起的这种时间点，或是最适合发生的一个位置哦。所以呢，米娅想要告诉大家哦，有些祝福它可能来得比较慢，因为它呢来到你的生命中是为了要真正的融入你的生活里，并不是短暂的来了又走。所以现在大家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照顾好，让你的心保持稳定，让你的内在不再忽冷忽热。这样子的话，其实外在的道路也会逐渐的清晰哦。接下来呢，迎接大家的是一个更加和平的，而且是能够长久维持的一个好日子。还有大家不要担心哦，有一些事情呢，它并不是完全卡住了，它只是在你还看不见的地方，就是完美的
进行一些微调或是前进哦。所以很多的条件它正在酝酿，正在成熟。那有一些适合你的人或是资源，它其实在慢慢的靠近你。你过去所经历的所有的等待的时间，是因为宇宙正在重新的将这些人跟资源去安排一个最佳的出场的顺序，同时也帮你把一些不成熟的杂质给过滤掉。那我们之后呢，生活又会回到一个平稳的节奏，我们不会需要把自己好像逼到精疲力尽，或是陷入一种暴饮暴食式的这种努力，然后之后可能又报复性的躺平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当中哦。我看到大家是用一个比较持续性的稳定的步调继续的前行。好，这个是第一张牌的能量。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金币七哦，这张牌代表着果实即将成熟了。好，我觉得这张牌代表说，其实第三组的朋友过去你们可能在一个项目或是一件事情或是一段关系投入了很长的时间，可能你在经营自己的事业、你的职业、你的个人作品，或是学习一项专业，或者是说很努力改善自己的一个财务跟生活，就是你在为你孩子的这个教育的资源规划投入了很多的心力哦。这组的朋友我觉得其实你比很多的人更加的认真，但是你可能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很巨大的回报或是收获。有些朋友是在感情上，你可能付出了很多的耐心，你希望这段关系可以走向更明确的未来，或是有个更好的沟通，但是呢当这个结果并没有这么快到来的时候你会不知道说自己的这样子的用心究竟有没有用，还是只是这个对牛弹琴，只是单方面的在浪费时间哦。那金币七的出现代表说，其实大家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不过我们现在也到了一个重新评估的时期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放弃，而是我们需要去看看哪一些部分它是真的在成长，而哪些部分呢其实它是需要被割除的，只是过去你可能因为舍不得付出的这个沉没成本一直不肯放手。那有一件事情如果说它进展比较缓慢，但是它却持续带给你新的想法、资源、可能性跟希望的话，那它其实是值得继续下去的。那相反的，如果这件事情呢永远都会让你觉得没有任何的回应，好像是被泼冷水的话，那其实你可能需要重新的思考这件事情是否值得你再花时间等待下去哦。那其实目前我觉得成果已经慢慢成型了，而且这个成果它是比你看到的想象的还要更多哦。也许现在目前只出现了一些少量的关注，或是一些成绩，或者说一些方向、一些收入，或是一个不是很大的机会，但其实这些回应这些证明其实都在代表说大家的方向是正确的。接下来呢，你们会进行一些微调，比如说重新的筛选、调整方向，删除一些没有效果的这个项目或是学习哦，把更多的力气集中在真正能够产生成果的地方。同时这张牌千万要提醒大家不要在果实快要成熟之前就焦急的把整棵树砍掉。我们等待的这个收获已经在树上了，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用更加清醒的方法陪它走完最后这一段成熟的时间哦。你们过去所付出的努力、学过的知识，还有认真对待的人以及你们在没有人去关注下的时候去完成的这个作品其实都在为你累积庞大的一个价值跟能力哦。好，来看一下我们下面的牌是金币六。金币六这张牌很厉害，它代表能量的双向回流哦，它代表着一种能量的平衡，我们会得到应得的回报。比如说这组朋友如果你过去
默默的支持别人，或是给予别人掌声。现在呢，这些支持掌声也会回到你自己身上。有些朋友只是在金钱上，你会得到一笔巨大的款项，一个报酬，或是一个重量级的邀请，或是有人主动带着资源跟客户来找你哦。这个帮助啊，它并不是一个施舍，而是大家过去的累积善意跟努力所应得的一个回报。那在感情上，其实大家也会离开某一种失衡的关系，你们会进入到一种双向奔赴的连结，对方是愿意尊重你的，你能够获得等价而且是充满爱的一个回报哦。好，第三组的朋友啊，如果你觉得以前呢，你很就是怕被别人拒绝，或是你担心去麻烦别人，所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开口，你常常都是属于那种自己想办法的人。那接下来呢，其实宇宙想要提醒大家的事情健康的关系本来就是应该有来有往，我们不需要一直靠着自己不断的付出，然后来证明说自己是值得的，但是又不好意思去接收别人给的回馈。现在宇宙要给大家去享受你们过去的善意、资源、时间跟支持，它都要回流了，它可能透过另外一种形式回来哦。也就是说，你们不一定会从同一个人身上得到回报，但绝对会有人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一些支持，或者是愿意伸手去接住你。比如说有些朋友你会遇到愿意引导你、教导你、提供资源的人，或者是替你打开一扇门的人哦。所以这组朋友啊，请放心的去接受。这个呢，是因为你们长期累积的能力跟信用开始得到了一个实质的回报。那这张牌啊，对于单身的朋友刚刚有说过，代表说你们的关系会走向一个双向连接的、双向奔赴的一个状态。那已经有对象的朋友啊，这代表说彼此呢，有的时候要重新的去了解或是厘清彼此的一个责任。比如说过去如果都是你在主导安排或是照顾或是退让的话，接下来也要让对方去参与这段关系。那如果你过去是在关系中属于比较被动的一方，比较享受的一方，接下来大家也要主动的学会付出哦。所以施与受它都是一个能力哦。我们有的时候要扮演那个有用、坚强、可以照顾别人的人，但同时啊，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扮演那个接收的人，让别人有机会为你去做一些事情。好，当我们这个施与受达成平衡之后，生命的能量它才会真正的流动。所以我看见的是大家过去所付出的一切，它会回流，它会回流到你的身边。好，我们下一张牌是来到了权杖三哦，这张牌很厉害哦。我看见你们正在往外去扩张，有些人可能会离开原本熟悉的地方，然后会从一个比较远的世界带来成果。有些朋友你们的视野会被打开哦，可能你们目前所处的环境啊，已经没有办法提供给你足够的一个发展的空间，对你来说这个位置已经太小了。接下来呢，好，你们会有一种好像往外出走的能量哦，因为远方正在向你发出邀请哦。这个远方它可能是物理上的一个移动，就是国外或是一个不同的城市，同时它也可能是透过网络外地不同领域或是一群之前没有接触过的这个圈子的人跟你进行连接。有些朋友你会开始进行跨区域的合作，把你的作品带到新的平台，或是接收到来自陌生人的一个邀请跟邀约哦。那如果你本身呢是在做创作、教学、网络事业或是个人品牌的话，我觉得这张牌其实非常的有利，因为它会使得原本可能只有少数人看见的内容，有机会去接触到更大的受众。你会感觉到很多的连接，很多的新的门一扇一扇的被打开。
那这张牌也代表着，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规划去旅行、去搬迁、留学，或是这种海外生活。那有些朋友你现在呢，处在一个我正在收集资料、正在规划的阶段，但其实啊，它就是一个你未来接下来要走的一个方向，所以它是一个明确的。那另外，我觉得在感情上，它也连接到了，可能有些朋友啊，你们是远距离、异地恋，或是生活背景、文化背景不同的对象哦。那这个人跟你的连接，会让你看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也可能让你重新思考，说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那这一组的朋友啊，请你们相信自己的价值哦。你们的价值不仅值得被身边的人看见，也值得被更大的世界看见。你们的世界要往外扩展了，你们的作品、名声、才华会被更大范围的人看到，无论是外地、海外、网络、跨领域，或是某一个全新的机会。所以呢，我们不要再把自己的格局局限在某一个小小的圈子里。我看见的是，外头其实有更大的舞台正在等着第三组的朋友。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皇后牌。皇后牌这张牌很棒哦，它代表的是身心灵跟物质世界的一个大丰收。它是塔罗牌中一个最顶级的丰盛，因为皇后牌的出现啊，它不单单指的是金钱而已，而是整个人的状态都会变得非常的饱满、优雅，而且富有魅力。也就是说，第三组的朋友啊，你们的生活品质、你们的创作灵感、你们的财务的状况，还有这种被爱的这种感受，还有整个身心灵的一个状态啊，都会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哦。你们会去学会好好的享受金币的这个结果，就是用金币啊去换取舒适的生活、美丽的衣服、好吃的食物，或是买喜欢的东西，或是学一门你想要学的课等等的。而且我觉得大家会明白说，其实幸福啊，不见得一定要先好像吃尽苦头，然后才能够拥有。因为你们本身的存在就是丰盛跟美好的，你们会自然而然的感觉到你是被富足包围的。所以说，其实第三组朋友，你们要连接到的，你们未来要走向的，它不是只有单单的一件好事情而已，它是一种整体的生命状态的丰盛。也就是说，大家你们慢慢会从一种我觉得我还缺少什么，我还要什么，或者说我还想要多拿一些什么，变成说原来我已经有这么多，而且我真的很富足，我想要把这些给分享出去。以前呢，你可能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有很多匮乏的地方，有很多缺失的地方，特别是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就觉得很羡慕，为什么他拥有那么多？即使你们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你还是会注意到那一些的不完美。即使有人喜欢你，你可能也会怀疑说对方是不是有一天会离开。可是我觉得皇后牌真的要让大家重新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哦。我看见你们会开始更加的精致你的一个外表、身体还有居住的空间，你们愿意让生活变得更加的舒服。你会去购买一件真正喜欢的东西，重新整理你的房间，或是去做一件一直舍不得为自己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你们重视自己，你们看重自己。那在事业方面呢，皇后牌它代表了一个很强的创造力。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就是筹划很久的作品，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研究啊、讨论啊、出版啊，它会逐渐的形成就是带有你的一个味道跟样子，它是有你特色的一个成果。就是说别人可以在这个你产出的作品当中你的表述当中感受到
它是有带有你一个很独特的个性跟温度。那同样的，大家的财务状况也可能会因为这个创造力的转化而得到提升哦。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靠勉强自己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而赚取金钱，而是开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把这些真正擅长的能力转化成价值。那在情感方面呢，我觉得它连接到的是被爱、被重视。其实我们呢，开始滋养自己的时候，身上的魅力自然而然就会增加。单身的朋友啊，你们可能会吸引到不少愿意去跟你连结或是想要去靠近你的人。那有对象的朋友，你们可能会更加重视一些共同的生活环境或是实际的一个照顾状况、生活品质的提升。还有一些朋友啊，要恭喜你们，你们可能会迎来有关于家庭成员、生育等等的有关的这种新的一个好消息哦。好，那最后呢，我们看到圣杯十，我觉得宇宙对第三组的朋友很好哦，因为圣杯十啊，它连接到的是这个一家人，然后是在他们建构的美丽的家园中很开心的一个这种欢庆的一个能量哦。圣杯十代表说，终于回到一个你心里想去的地方，它是一个终极的情感上的幸福跟归属哦。所以这张牌代表着家庭关系的改善。有些朋友你是遇见了真心真意的一个情感，或者有些朋友你可以打造出自己理想的生活样貌哦。这些东西，这些幸运啊，其实都是你们一步一脚印去营造出来的果实。所以大家你们会进入一段非常安稳、丰盛，而且是美好的时光。你们长久以来种下的种子啊，终于到了开花结果的季节。希望今天的讯息有给予大家满满的力量跟清晰的方向，祝福选到第三组的朋友。那如果我们想要更快显化好运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可以给自己一个新的可能性。好，我们永远比自己想的更加强大。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